眼前的小屁孩正在杀鱼，突然一头怪兽出现，张着大嘴扑来，两束光线袭来，把怪兽直接击飞。小孩回头一看，几名勇士从天而降，首先亮相的是穿蓝盔甲的神眼，那简直就是漫威版的超人，能飞能打，眼睛还能放光。接下来是哑女闪电侠，她的绝活是瞬移。印度小哥也不简单，能使出弹指神功，加上龟派气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还有咱马哥，他变身永恒一拳超人，也是走向了国际。还有个美女战神，那武力值爆表的都快溢出屏幕了。除了他们，还有善于伪装的幻术小法师，精通高科技的黑哥，能用眼神操控人心的 XD， 能随意变化物体形态的瑟西，最后还有团队的领袖海妈，专门负责疗伤补血。这几人都来自于永恒族，他们此次来到地球，就是因为刚刚的怪物变异族出现了，所以天神派他们来地球扫黑除恶。成员悉数亮相之后，瑟西点石成金，做出一把精美的匕首，并交给了刚刚的小孩。这也意味着永恒族要开始帮助建设人类文明了。首先负责高科技的黑哥设计了个蒸汽机，想着让人类能超高速耕田，可大家都觉得这步子迈得太大，黑哥没办法，只能先来点低科技。 The plow, because that's what it does. 接着他们还给人类传授文明理念，教他们怎么种地。期间神眼和瑟西还结了个婚，别人是7年之痒，这俩人千年之痒也遭不住啊。可其他成员就没这么和谐了，因为意见不合，在消灭完异族之后，大家就各奔东西，去到世界各地假装普通人生活，还约定好不直接干涉人类的事儿。时间一晃就到了现代，瑟西跟神眼离婚后，跑到伦敦当起了老师，还找了个对象谈起恋爱，小法师也跟着他生活。这天晚上，3人一起散步呢，那很久没露面的变异族又出现了，瑟西只得使用超能力让怪兽困在原地，3人趁机赶紧逃跑。可是没多久，怪兽就挣扎开追上去，小法师变出很多分身，想迷惑这个怪兽。可人家虽然丑了点，脑子还是好使，一下就找出来。千钧怪兽又被一把击飞，还没爬，这一道光线直接给卡瓦干趴下了。紧接着眼神就闪亮登场，结果下一秒，哎呀，一记撞击，怪兽抱着神眼飞出去，呱当一声撞上，眼看着卡车飞过来，瑟西赶忙出手，只见他一顶，整个卡车都变成了红色花瓣。可要命的是，那怪兽居然嘎啦一记大电炮，神眼继续使用视线扫射，把卡瓦击飞出去几公里。但是现在变异族可牛了，居然拥有自愈能力，眼神继续紧迫，一道光线射击，紧接着连续追着卡拉瞪眼，卡拉这才被打跑了。经过这件事，众人知道变异族还没消失，永恒族必须再次集合。3人先去找首领海妈，结果只发现一具尸体，原来之前的变异族就是夺得了海妈的自愈能力。这时尸体上出现了一颗光球，直接钻进了瑟西体内，那瞬间有了跟天神对话的能力。看来海妈一死，瑟西就成了永恒族的新首领。3人接着去找其他队员，印度小哥去宝莱坞当明星了，老马则在澳洲隐居当家庭主妇，女战神也跟他一起。原来多年前女战神突然得了勇魔症，这病啊，简单来说就是活太久记忆太多，就跟电脑内存爆了一样，症状就是双眼发白，然后见人就打，自己人都不放过。这病还没法治，只能直接格式化大脑。可女战神实在不想失去记忆，于是为了不伤害别人，老马才带她隐居。可现在她的病情还不稳定，大家连哄带骗，她才暂时稳定了情绪，大家这才终于都聚在一起。马哥嘲笑小法师长不高，结果直接变成了巨婴，众人都笑喷了。可瑟西却一个人闷闷不乐，他还惦记着怎么跟天神沟通呢。看他这么着急，老马直接给他灌了一碗鸡汤。不过这鸡汤还真管用，瑟西静下心来，又见到了天神。结果天神却说出了一个大话。天神说，他派永恒族来地球，压根儿不是为了保护人类，而是因为每隔10亿年，天神族就得有新成员诞生。天神就把天神族的种子撒遍全宇宙，咱地球上也有一颗。这种子想要破壳而出，得靠大量智慧生命的能量来孵化。说白了，人类就是这颗种子的营养大餐。还有那变异族，其实也是天神搞出来的，只是这帮家伙失控了，疯狂捕食人类。这么搞下去，天神种子可能会失去养料，于是天神才整出个永恒族，让他们去收拾变异族。现在地球人口都达标了，新的天神马上就要破蛋而出。不过他一出来，就表示人类和地球也得玩完。这事儿啊，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。每次永恒族完成任务，记忆就会被清空，然后被派到别的星球接着打工。女战神那所谓的永魔症，就是孟婆汤喝少了，记忆没清干净。知道真相的永恒族成员们三观碎了一地，闹了半天。对于地球和人类来说，他们才是大反派啊！大家好歹在地球上生活了几千年，还是有点不忍心。于是他们决定集合其他成员商量对策。他们在亚马逊雨林找到了 XD， 可到了晚上，变异族又来捣乱了。印度小哥上去，嘎啦！嘎啦2炮子，卡拉接着释放出他的绝招龟派气功，瞬间卡拉当场被压倒，但卡拉还没死，重新出现躲避着攻击，空中神眼也在战斗，他压制住卡拉，一把子丢出去，紧接着迅速压上，将卡拉按地上，撕掉个翅膀，然后呱当一个瞪眼，震晕了，谁知身后呲溜一个头，神眼压倒在地，然后就是连续几鞭子插进了他的体内。原来是不讲武德的卡拉搞偷袭，直接500米飞神眼的背后，就在这紧要关头，还好马哥及时赶到，他上前一把抱住卡拉，直接丢了出去。卡拉也不甘心，继续发起进攻，马哥一个俯身躲过攻击，旁边的呱当
一个点赞，卡拉那边继续缠住马哥再过来，卡拉还不信邪，瞬间化成谁知这时候一旁的女战神又开始发病，对着神眼一顿进攻。马哥瞅见这，赶忙快速解决战斗，朝着面前卡拉3连暴击，干飞了2里地，然后他跑回来抵挡住女战神的攻击。另一边小法师拖住卡拉，印度小哥一个滑跪来到卡拉下方，然后凝聚好光波，啪嚓一个攻击上去，直接被爆头了，炸成一堆皮肤碎片。我抽死我了！那边神眼继续追击卡拉米，还要发出瞪眼追击，然后一把握住另一个翅膀，用力甩出去之后，瞪眼攻击，给卡拉干飞。接着他俯身冲向地面，想去解决其他卡拉。直接落地之后，把握住卡拉嘴巴，神眼直接朝他的口腔飞扬，一个闪电波，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选择原地爆炸。下一秒的一个卡拉上前，神眼又被扑飞了，又被卡拉一把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上前呱嗒压上去，然后就是一顿混乱的进攻。神眼嘎巴一记又勾拳，可惜被压制了，电眼也没了效果。卡拉狠狠一顿摩擦，就你瞪我，还敢瞪我了？危急关头，瑟西捡起武器，一把插进卡拉体内，直接被激怒了，几个小碎步上前，瑟西顶飞，瑟西直接掉进了水池，卡拉也追了上来，瑟西一把抓住对方的大脑袋，神奇的事发生了。他居然把变异株变成了一棵树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啥时候有了这超能力。另一边，马哥还在跟卡拉战斗，谁知卡拉发现了女战神的不对劲儿，于是直接跑过去。马哥赶紧把握住卡拉，啪一记大力锤，谁知下一秒卡拉刺穿了他的后背，马哥没有还手之力，只能被卡拉吸干了全部能量。卡拉吸收能量后进化出了新形态，跟人长得差不多了，而且还能开口说话。此时眼神赶了过来，对方却跑没影了，而老马也没了呼吸。简单办了个葬礼后，大家也没时间伤心了，得赶紧找另一个成员，合击选手黑哥。可这黑哥几十年前目睹了原子弹爆炸，对人类彻底失望了，早就退出永恒族，过起了普通人的小日子。谁知找上门的神眼，出来就是一个镭射眼，这就是他说的当普通人嘛。 I bet you've built the perfect safe house. Well, what's this even made of? Vibranium? Fall collection. IKEA. 人齐了之后，永恒族人们来到伊拉克，要找回那艘埋在这里好多年的飞船。只见黑哥搓了搓手，地面就开始咔咔裂开，一艘不明飞行物缓缓升起。这就是永恒族的宇宙飞船多摩号。7000年前，永恒族就是坐着它来到地球的。众人来到飞船内部，发现老朋友闪电侠搁那看书，原来他一直生活在这里。众人汇合后，黑哥开始想办法，他想造一个能量手环，把永恒族众人的力量汇聚到一个人体内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神眼其实早就知道真相，可他还是天神的小迷弟，海妈也是被他害死的。他之前发现海妈对人类产生了怜悯之心，就觉得海妈背叛了天神，于是把他推下了悬崖，让他被变异族吞食。另一边，瑟西感应到新的天神马上就要诞生了，他必须快速找到诞生地点。这个任务交给了闪电侠哑女，他疯狂移动，很快找准了位置。这时候神眼也不装了，直接呲一发镭射眼，击毁了能量手镯。 You won't succeed against me, and I will kill every one of you if I have to. 他转身要走，小法师居然也追随他。印度小哥不敢置信，选择了放弃。永恒族小队瞬间散架，大家都陷入了低谷。这时女战神又出来，给瑟西继续来一碗鸡汤。瑟西也被激励了，决定带领剩下的永恒族继续战斗。接着，黑哥施展法术，把能量球从瑟西体内取了出来。黑哥一顿操作猛如火，能量球变成了几个手环，剩下的几人人手一个，这可是他们最后的秘密武器。转眼神仙的这天到来，女战神把神眼引过去拖延时间，两人二话不说，女战神飞到神眼遭不住，女战神呱一击神眼干之后，神眼开始光波完成后，女战神再次开启神眼面对对方的光波，女战神后面来这边然后压制住飞身过去，一把按到墙上。此时正好时机到了，女战神启动了手环，神眼知道上当了，立马赶去神仙的火山。与此同时，另外几人也启动了手环。XD 两眼翻白，强大的意念全部爆发，顿时火山跟个被压制了一样。这时神眼也赶到了，他从身后呱嗒一记电波，打断了 XD 的施法。神眼过去，一把拎起他飞上天，然后朝着地面狠狠砸过去，接着发动攻击，把 XD 往死里怼。他的怒火难以平息，还跑去飞船的方向，几下给飞船切成两半，飞船迅速下落，呱嗒一声砸地上。还好闪电侠速度快，救下了队友。此时火山完全爆发，而且全部落下来，跟世界末日一样。闪电看神眼很不爽，一把将神眼按墙上，神眼开启射线攻击，闪电简直是快如闪电，疯狂躲闪着攻击，然后飞起200米，瞬间来到神眼脑，一顿连环操作，将神眼作死的怼进墙。神眼抓住机会，把握住闪电，然后就是一顿瞪眼攻击。此时另外几人也赶过来，朝着神眼发起进攻，闪电也爬起来，跟着众人配合，对着神眼狂揍。女战神出现，嘎巴一脚上前，神眼直接压地上。女战神飞起2500击神眼，然后迅速把他扛，嘎巴用力丢出去。还好黑哥及时对着神眼发动高科技攻击，神眼被干飞。谁知变异族也来了，呱嗒一记大电神眼干地上。原来是之前逃走的变异族老大，闪电使出龙卷风困住他。哈拉这4眼也不是摆设，马上发现闪电身影，呱嗒一脚下来，瞬间把闪电干飞。接着卡拉再次飞上去，想进行补刀。危急关头，黑哥几个大电炮子直接把卡拉击倒进了山洞。女战神想帮马哥报仇很久了，立马跟了上去。女战神看直接飞身上去，一记3连，紧接着蓄好力气，
挡住卡拉攻击，再一扫，卡拉蓄力对到了攻击，飞身挡住攻击，然后飞身撞击，往后一个回撤，岩浆瞬间，女战神被击倒在地，卡拉趁机隐藏起来，女战神重新蓄力，朝着烟雾的方向一击重击，卡拉难受的好，然后朝后蓄力，嘎巴一记电炮子，女战神被干飞2里地，紧接着又开始犯病了，于是卡拉伪装成马哥，对女战神一顿蛊惑，然后捆绑住对方，想要吸取她的能量。关键时刻，女战神变出2把匕首，一顿噼里啪啦之后，卡拉直接被分尸了。他终于为马哥报仇了。另一边的神眼想跑，却被马哥禁锢住了。这黑科技果然厉害啊！神眼被压制的动弹不得，可是神线带来了巨大灾害，地面都开始坍塌。不一会儿，就有个金色巨物破土而出，远看就像个五指山。瑟西站在山的中间，他把手按在地上，想用自己的能量封住天神。没成想那边的神眼挣脱了束缚，赶到了瑟西的面前，看着曾经的爱人，神眼脑子里闪过一波回忆杀，最后他还是心软了，放弃了天神的信仰，加入了瑟西的队伍。接着永恒族人的能量汇聚到瑟西体内，有了手环的加持，瑟西能力飙升，直接把天神扼杀在摇篮。地球的危机终于解除了，望着生活了几千年的地球，神眼很是自责，于是飞向了太阳深处。可是故事还没有结束，长得像6桶似的神王现身地球，把所有的永恒族都带走了。看来他们又要接受审判了。这次电影《永恒族》全片结束，创作不易，兄弟们给一个3连支持一下吧。